摸清猎物的习性后，在合适的地方布下陷阱，等待出手的机会，总会一击即中。干什么呢？你到底想怎么样？这难道不是你想要的吗？冯思前，你才是那个魔鬼，那个囚禁我灵魂的魔鬼，那个让我欲罢不能的魔鬼。有进展吗？冯先生远比我们想象的警惕，他步步为营，或许知道我们的意图。我早就跟你说过，他是个狠角色，我的希望可都压在你身上了。I just assumed I'd play the part of keeping you in the right direction. No matter how your confidence may fall, I'll be here as your foundation. And I say, hey, 冯思前的表现和殷怡的描述完全相反，这两个人之中一定有一个人撒谎了，到底是谁呢？闺女，救命啊！我被赌场的人关起来了，他们不仅打我，还要砍我的手。你赶紧传200万给我，不然就见不到老爸我了。韩青，你个白眼狼！当年要不是为了你出国留学，我也不会为了赚钱被人骗了全部的家底。我赌博都是你逼的。韩青，今天是你妈的忌日，你要是不管我，我就去借高利贷，咱们要死一起死。可是今天也是我的生日啊！如今我居然不知道自己到底是那个猎人还是猎物，到底这个世界谁在制定规则？弱肉强食真的是真理吗？ Please don't wait here until your faith is shaken.
There's a whole lot of good on your mind and on my mind. And I know that right now I'd like to play the part to rebuild you one more time. And I say, hey, yo, just let it go. Your struggles won't remain. And I say, hey, yo, we're holding hope in the wake of yesterday. So hold on to me. Hold on to me. I'd just assume I'd 妈， play the part 我也想你。你在那边还好吗？ of keeping you in the right direction. No matter how your confidence may fall, I'll be here as your foundation. And I say, hey, yo, just let it go. Your struggles won't remain. And I say, hey, yo, we're holding hope in the wake of yesterday. So hold on to me. Hold on to他会安心的。你说什么？我是说你妈妈，她会安心的。那我替他谢谢冯先生了。对了，生日快乐！谢谢。前面就快到你家了。再见了，冯先生。猎人注重风险，猎物注重眼前的利益。风险失控，猎人就会变成猎物。可猎人也有受伤的时候。冯先生，我该收网了。韩小姐，你想退出？在我调查的这段时间里，冯先生的私生活很干净，平时为人边界感很强，在你们这段婚姻关系里，应该可以说是无可指摘。韩小姐，我曾经告诉过你，冯思前这个人很会伪装。殷小姐，合作的前提是信任，你撒谎了，你的丈夫根本不是那种人。我是来解救你的婚姻的，其他事情与我无关。现在，我想终止这笔交易。我可以给你10倍的酬劳。这不是酬劳的问题。那是什么问题啊？该不会你是想假戏真做，上位做冯太太吧？当年冯思前伪装成一条狗，故意骗取我爸的信任，鸠占鹊巢，无所不用其极。韩小姐，你现在也跟他一样，你们都是骗子，你可真不要脸！
殷小姐，你冷静一点。想阻止你的不止冯思前，还有林总。趟了这滩浑水，现在还想全身而退啊？你威胁我？你可以拒绝我没关系啊，但是你那个赌鬼老爸好像不会吧？我听说他向高利贷借那500万，如果定期内还不上，那你看到的就是一坛骨灰盒了。你到底想干什么？帮我偷出印章。这是犯法的。华金集团本来就是属于我的，我只是拿回原本属于我的东西。韩小姐，现在你和你爸的命运可都掌握在你手里，你可要考虑清楚。他答应了吗？只要拿到印章，一切都会好操办。放心吧，他不得不答应。不过这段时间你可不能乱来啊。到时候公司就是你的了，我就乖乖做你的小狼狗。要在这吗？回家吧。殷姨，你们到底在玩什么把戏？喂，韩助理，不好了，华晶出大事了，风洞他也找不到人啊！现在华晶被记者包围了。什么？到底怎么回事？听说是和万利合作的工程出事了，这吊塔在升顶过程中垮塌。听说吊塔年久失修，外加超重。这最关键的是，这批设备是由冯董亲自签字购入的。冯董一向小心谨慎，怎么会犯这种低级错误？有没有人员伤亡？万幸的是，只有5人受伤。万幸？难道没有人员伤亡就可以当无事发生吗？怎么了？冯董和你说过一样的话。他现在人呢？这事情发生之后，冯董就消失不见了。不知道那些记者哪来的消息，这吵着闹着要采访冯董。这公司的意思是以司机操作不当来息事宁人。我总觉得这件事情没有那么简单。那怎么办呀？记者我去处理，你务必联系到冯董。好。哎，快来了！韩小姐，工地坍塌事故曝光，冯董事长不现身，是想故意逃避责任，瞒天过海吗？请您回答。您作为冯董事长的助理，也在同流合污吗？韩小姐不作答，是在逃避问题吗？请大家稍安勿躁，请入座。这次事故明明是华晶的责任，却企图用司机操作不当来掩盖真相。冯董难道不打算给大家一个交代吗？事故才刚刚发生，原因还在调查当中。你是怎么知道是因为设备老化导致的呢？难道当时您在现场，还是这一切是空穴来风，您想象出来的？你不用管我们是怎么知道的，这不重要。这当然重要，我们已经报警了。如果是前者，
那就请您跟我们去警局协助调查。如果是后者，那就是诽谤、造谣。你想清楚了再回答。还有，华金跟万丽的项目是保密项目，想必各位记者们都已经去过现场了吧？那么请问是谁带你们去的现场呢？是否涉及到泄密？我们华金集团的律师团会对泄密者保留追究起诉的权利。各位记者朋友们，华金自成立以来，冯董兢兢业业，企业秉持着以人为本、以诚为本。试问谁会在公司就要上市的时候，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呢？各位记者朋友们，如果没有别的问题的话，我们为大家准备了丰盛的晚餐，请大家移步至餐厅。冯思前，如果你真的是个好人，那我希望你平安。华金自成立以来，冯董兢兢业业，试问谁会在公司就要上市的时候，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呢？抢走万丽的仇，我一定会报。哎，你就是那工厂老板吧？就是那老板，是我。我们就是公司赔钱！看我们现在这，你们听我说，你要拖到什么时候啊？冷静一点，先生，您冷静一点，我听我说，你必须跟我们说。这个事情我一定会给大家一个说法，好不好？孩子都等着我们养活呢。冷静，都冷静一点。爸爸还要怎么办啊？赔钱啊！赔我们钱！冷静一点，都听我说。先生，就是大家冷静一点。老娘就跑了。我们的家人好，先生，别打我，让我们怎么打？啊！赔钱！钱拿来，拿过来！今天就要看到钱！是是，无良商家！冯思前，冯思前，冯思前，我不是故意的。冯思前，你醒醒啊！不是故意的。冯思前，来得好，你真打人了！医生，快看看他！冯思前。他明知道我接近他是有目的的，可是他还是救了我。韩青啊，韩青，你好像真的做错了。听说冯思前挨砖头了，哼，现在是你下手的最好时机。哦，对了，你爸24小时有人看护，留给你的时间不多了。
什么身在黑暗里的我，总是在快要看到光的时候，又再次坠入黑暗？你们早就离婚了，你们到底有什么目的？别再耍我！在这里的每一分钟，都让我窒息。冯先生，你醒了。我买了点水果，你下来吃吧。一只手在这儿。你是因为救我才受伤的，照顾你是应该的。你这是在关心我？没有。谢谢你的奋不顾身。你是我的助理，保护你是应该的。对不起。为什么要道歉？季维军，华金集团淮城分部副总。他应该是在你们结婚之前就跟茵茵小姐在一起了。我之所以没告诉你，是因为茵茵用我父亲的生命安全威胁我。我可以帮你解决你爸的债务问题，你帮我解决季维军。你要我帮你调查季维军？季维军突然出现在茵茵身边，绝对不会是一个巧合。工地的现场也有人动了手脚，而且那个塔吊司机的表哥在林宗义公司做出纳。我现在需要你。我有拒绝的权利吗？当然。冯先生，你有什么事情没告诉我吗？你想知道什么？我想知道冯先生是个什么样的人。你觉得呢？渣男，恶人。我或许就是你们口中所说的渣男、恶人，但我也知道你是茵茵派来我身边的，所以你也给我小心点。你要和殷家为敌？是他茵茵要与我为敌。冯先生，你告诉我这些，你不怕吗？怕的话，我就不会挨砖头了。我跟茵茵之间只有利用和背叛，但你不一样。我想赌一把。你凭什么认为我会跟你赌？我是很感激你救了我，但我真的赌不起。我想我们可以是合作关系。果然是生意人、大企业家，什么都可以谈合作。怎么？不愿意啊？韩晴，你现在已经入局了，逃不掉的。这场游戏
从一开始就注定我是个失败者。我只是一个普通人，我不想在弥足神仙。你们的婚姻也好，生意也罢，我都不想再参与了。再见了，冯先生。也许我根本不该冒险来狩猎，深陷其中才知道，猎人要承担的不仅有猎物的风险，还要面对自己的晦气。他没有向我坦白，我凭什么为他所有？卷入别人的生活这么久，我自己的生活呢？怎么样？我这块可是风水宝地呢。你看那边，荡秋千用的；中间那个区域啊，就是烧烤用的。哎，那边，那儿有一块大空地，就留着他们饭后休闲娱乐。这就是你说的创业啊？我老公给我开的。老公？啊，你坐下。你什么时候背着我？不是说好了要当一辈子单身姐妹的吗？对不起嘛，背着你偷偷食言了。哎呦，给你看看我老公。哎，你快看，怎么样？帅不帅？可有魅力了啊！看上去挺有钱的。哎，瞎说什么大实话？哎呀，可别说我了，说说你吧。当初啊，同学里你可是学习最好的，我们都以为啊，你去那研究院搞学术去了呢。没想到你居然干了这行。怎么，你也看不起我？哎呦，不是，我是心疼你。我觉得你本应该拥有更好的前程。做这个也挺好的呀，除暴安良，为民除害。最主要啊，我绝对不会做违背良心的事情。说得对。为民除害。韩青啊，可你真的开心吗？开心。成年人谈什么开不开心啊？赚钱最重要。说得对，赚钱最重要。走一个，走一个。小李，烤几个串儿，把咱店这个最好的食材都拿过来。我的股份什么时候给我？你别着急嘛。我今天买了一个新包包，你看怎么样？亲爱的，你着什么急啊？只要等韩青拿到冯思前出轨的证据，那整个华京都是你的呀。你拿什么保证啊？
韩青，韩青，哎，不能再喝了，都说让你少喝点了。哎，我没醉。好，你没醉。我的名字叫韩千年，我可不只是千年的狐狸，我还是千年不醉。好，好，好，你最厉害了，好吧？别冻着了，真的是。哎，云姐，那边有人喊你。好，马上来啊！啊，你再给我打酒。好，你在这里好好待着啊，等我回来，哪儿都不许去，记住了吗？要不回来啊？好了，知道了。别太久。知道了。你怎么才来？韩小姐这是想明白了，要跟我。林宗义，对不起，我认错人了。你怎么在这儿？我怎么不能在这儿？韩小姐这是没有喝尽兴，不如去我那喝一杯。走吧。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来，韩助理不接电话，就是为了来这里调情的。冯董，韩小姐愿意跟谁调情那是她的事儿，也是她的自由，你觉得呢？韩助理，我在问你话。林总说的对，这是我的事情，也是我的自由。四姐，你这样会吓到女孩的。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和我的助理商量，还请舅舅能行个方便。懂事啊，韩小姐，我就在旁边，有什么事儿随时叫我。3天了，韩助理不接电话，就是为了来见他。这位先生，你已经有太太了，为什么还要来骚扰我啊？你到底要怎样？是你到底要怎样？我和你说过了，放过我吧，我认输了，我不想再煎熬了。韩倩，你的鱼还没有钓到，要收网了。海里的鱼有很多，
我不差你这一条。好，很好。韩青，韩青，哟，咱们的韩大小姐，你小啊？我那还有几箱呢，要不要拿过来？咱俩继续。自己喝去吧。关心着你呢，喏，小心烫啊！你说你这样在外面，我怎么能放心啊？还是说你应该找一个男人，对吧？靠谱的那种。我还不够赌。我还有点事儿，你们聊。不开心了？没有啊。你别动，头发乱了。别过分啊！我这个外甥女婿啊，贪财又好色，你跟他可比跟我要更危险。林总，天色不早了，需要送你回家吗？真不用。做个好梦。姐妹儿，咱这是几角恋啊？我说你这桃花那么多，不然你允我一点吧，我替你分担分担啊！我真不知道你是我的闺蜜还是我的敌蜜呀。要我说，现在世界上好男人都绝种了，遇到这种又有钱又专一、对你又好的人，你还不赶紧把持住？你怎么看出来他们有钱的呀？哎，就像我老公那样的。是啊，可以吧？开门。冯先生怎么会来？他送你回来的。这好像和冯先生没有关系吧？韩青，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冯先生的话，我不明白。好，那我就说明白点。这几天你去了哪里？又跟林宗义做了什么？冯先生，我没有。
你喝醉了。你把我当什么了？你希望我把你当什么？冯太太吗？阿姐，我从来都只把你当你。弱肉强食是动物界的法则。这一刻，我是那个弱者。我害怕你爱上我，更害怕我爱上你。这一刻，我会彻底堕落吗？我们不能这样。哎，我听说今天冯总夫人要来，我都没见过，一会儿就见到了。这个是你用的，你要买好。冯思浅呢？殷总，您来了。冯董不在。你们几个，冯思浅去哪儿了？冯董真不在。不在？我交给你办的事情怎么样了？人有没有给我盯紧？殷总，我发现韩助理这个人好像不简单，我们要等等。好吧，我告诉你，这里你可给我盯好了，别出什么岔子，知道了没有？殷总，你放心吧，我会盯紧的。殷总，慢走。韩助理，工程竞标室里派人来视察了，你怎么还在这儿？啊，我马上就去。你要的东西我拿到了，放我吧。韩助理，你果然没有让我失望。那么，我们晚上见。晚上见。冯思浅，这是你逼我的。你好，韩助理，我是谢维军。殷怡呢？他有事情来不了了，安排我带了。
喝一杯吧。季总听殷小姐来，应该不只想要跟我喝一杯那么简单吧？我来见你，希望韩助理守口如瓶。我的决定，也是殷姨的决定。不瞒韩助理，我一直在寻求志同道合的伙伴，屈居人下，不是我的志向。那季总想要什么？殷姨让你办的事情，听说你已经得手了，快给我。那你能给我什么？韩助理是个聪明人，良禽择木而栖，你可要擦亮眼睛了。等我扳倒了冯思前，你我都好过。要不然，你在威胁我？哎，说威胁就太难听了，这叫共赢。那既然是共赢，就听我的安排。铤而走险不一定会赢，但若不赌一把，又怎么知道谁会逆风翻盘？我姐夫和殷姨还没到，你倒是先来了，一起喝一杯。你也在？听说今天有好戏上演，我是来看戏的。今天是我们华兴的家宴，林总玩得开心吗？好久不见啊，冯董。季总，冯大董事这个称呼，恐怕要改一改了。好。冯董，没想到吧？我持有的股份早就超过你的了。哎呀，再加上这盖了章的任命书。大家听我说，从今天起，我就是万利的董事。
这可真是太好了，感觉身上的担子轻了不少呢。来，大家跟我一起举杯。恭喜万利集团新任董事季总。不过我就好奇了，谁任命的？你又是哪儿来的印章？你们干什么？我可是万利的董事，放开我！董事？那你知道偷盗印章违法吗？带走。你们几个干什么？放开他！亲爱的，救救我！韩青，你敢耍我？你们联合起来骗我是吧？骗子！先别说话。音乐，你竟然敢耍我！爸，我先走了。怎么回事？殷董，季维军对您提携冯董不满，所以就盗取印章，造假任命书，想要变成万利董事。我在问他，你插什么嘴？殷董，他是我的助理。他是你助理？是。物证都在这儿，你还有什么需要解释的？借着助理的身份，插手我们殷家的事，是谁给你的胆子？韩小姐，你要有点自知之明，不要勾引错了人。冯董当时跟佩东有过协议，接下华景，第一是跟殷怡结婚，第二，未来不可离婚。韩小姐，你大好年华，不要插足别人的婚姻。我们不能这样。是我低估了韩助理的理智，是我高估了你的理智。跟我合作，揪出内鬼，我才可以还你自由。听冯先生的意思，是已经洞悉了他们的计划，想将计就计。韩姐，
我现在只能相信你了，因为你跟我一样，身不由己。是啊，我身不由己，堕落至此。能不能放过我？我不想再步步深陷。韩青，我希望你能聪明点。不论是你也好，我也罢，都不过只是殷家的一枚棋子。至于你爸的事情，我会帮你处理。你不需要再牺牲自己了。你可以试着相信我。戚维君会在1个月后的股东大会上架空你，他想把万利分割出去。从今天开始，陪我演好这出戏，我会陪你走完剩下的路。你是在耍我，冯思谦？相信我，韩青。我能相信你吗？姐夫，你们好像误会了。韩小姐是我的女人。我现在公开也不迟吧？韩青，都是我的错，以后你记住，好不好？想不到林总跟我们家助理还有这一层关系。难道我的事还要一一向你汇报？单纯好奇而已。多久的事？来华健之前吗？我们是最近才刚刚。我在问你话，冯思贤，够了！为了一个外人，看你俩成什么样子了？一个两个的，也识人不清。姐夫，谭青不是外人，她真的是我的女人。裴东，该去医院了，大家都散了吧。你最好给我解释清楚。我也是被冯思谦利用了，不管是林宗义也好，冯思谦也罢，他们对我的虚情或是假意，都是他们制衡彼此的一把刀而已。你的意思是，你当众承认是林宗义的未婚妻，就是为了维护冯思谦？韩小姐，你也深陷其中了吧？殷小姐，权力和欲望是你们有钱人玩的游戏，我玩不起，也不想玩。我想终止我们的合作。你要退出？韩青，哪有那么容易啊？
你和冯思前早就离婚了，不是吗？你都知道了。你们两个谁耍谁我都不在乎，但请你们别再来耍我。韩小姐，你开个价，你要多少？10倍、100倍，我都给你。告诉我你的理由。我答应过韦君的，我一定要帮他搞垮冯思前，一定要让他接管华健，要不然他会不要我的。我真的很爱他，韩青，我不能没有他。我求求你，你帮帮我，就帮我最后一次，最后一次，好吗？要不然我就把你跟你爸都送进监狱。每个人都要为自己做的事情付出代价，你是，我也是。如果殷小姐执意如此，那我无话可说。我们的合作结束了。你回来！殷小姐，你跟我一样，都在步步深陷，就快要忘了自己。韩青！开门。林宗义不是真心对你的，如果不是因为利益，他不会配合你演那出戏。那冯先生，你是真心的吗？殷老爷子诬陷我的时候，你没有争辩，没有生气，你到底是怎么想的？现在却跑来指责我，你不觉得自己有点过分吗？韩青，我明知道你是殷姨派来我身边的，我还留着你在身边。我明知道你只是想利用我摆脱跟殷姨的关系，但我还是任由你利用。你觉得你凭什么？冯思前，你别忘了，我们只是合作关系。你应该信任我，你现在也只能信任我。我今天来就是为了告诉你，我和殷姨早就离婚了。殷老爷子想利用你，威胁我跟殷姨复婚。我原本是想借着今天的机会公开我跟殷姨之间的关系，但是我也没想到林宗义会突然跑出来横插一脚，打乱我的计划。韩青，我把我所有的底牌都亮给你了。我早就知道了，但你从来没有信任过我，我也从来没有信任过你。我们从始至终都只是互相利用罢了。是我没有第一时间告诉你，是我不好，我以后不会了。冯先生，如今你自己身陷局中，自身难保，又怎么能保得住我呢？
不妨自己花点时间好好想一想。我要去过自己的日子了。冯先生，时间不早了，早点回去休息。韩晴，你对我从来都没有过半分真心吗？冯先生，你是我的客户，我对客户从来没有半点真心。Just assumed I'd play the part of keeping you in the right direction. No matter how your confidence may fall. 我之前答应过你，帮你摆脱殷义的控制。我做到了。这就是你想要的吗？是。你在骗我，对不对？你在口是心非，对吧？这真的是你想要的吗？是。好。照顾好自己。Just assumed I'd play the part. 我没有为金钱丧失过原则，但这一刻，我竟然希望我只爱钱，因为只爱钱就永远都不会失控。冯先生，对不起，原谅我的身不由己。喂，我已经按照你说的和冯思贤彻底完完了。我会信守承诺，离开华清。放了我爸爸。林总，目前一切恢复正常了。他已经离职了。你放心吧，有问题我会告诉你的。
韩青，别以为你走了我就搞不垮你，得不到我想要的，你也别想好过。爸，你怎么样了？如果不想再像今天这样被人威胁，就听我的，不要再去赌了。韩青，给我站住！往哪儿走呢？还没拍你呢。就是啊，是往哪走呢？之前你毁了我的好事，如今你没了靠山，落我手里了，我看你怎么得意！都给我上！就是他，自称婚姻解救师，实际上唯利是图，只为有钱人服务。就是他非法跟踪我，捏造事实，诽谤我是小三。就是他啊！记住这张脸，他这种人就是个骗子。关注点一点啊！我们现在是直播，大家都看清楚他的脸。就是啊，为了钱，真是什么都能干得出来。韩青，没了冯思钱，你什么都不是。家人们好好看清楚了，这个女骗子啊，就应该曝光出来。就是个骗子。收购计划谈得怎么样了，外女婿？林总，你还是先管好你自己吧。韩助理还是很有眼光的，知道华晶靠不住，投奔我，做我的女人，才是正主意啊。你再靠近韩青试试。女人对你很重要吗？仔细想想也是，为了个女人搞得鸡飞狗跳的，有了殷家的公主还觊觎别的女人，你有几个胆子敢得罪我姐夫呀？还好韩助理是个聪明人，知道你只不过是利用他罢了。舅舅，你还是先管好你们公司的烂摊子吧。我希望过几天你还能像今天这样耀武扬威。走了。怎么了？冯董，找到韩助理了，他好像遇到麻烦了，您快过来吧。什么？对，就是这张脸，好好看清楚了，看清楚了啊！来，你们看看你们自己。硬的啊，真烦人。我韩青的职业是帮助婚姻中被辜负的一方，在不触犯国家法律的情况下，维护他们的权益。在这里，我韩青可以发誓，从来没有做过违法的事情。但你们呢？你们敢发誓吗？你们从来没有插足过别人的婚姻吗？啊？韩青啊，那你插足华晶集团冯董的婚姻，被赶出华晶，又是怎么回事呢？韩青，没了冯思钱，我看你怎么耀武扬威！谁跟你说韩助理被赶出华晶了？他没有被辞退吗？他的确是给我递交了辞职信，不过我没同意，所以他还是我的人。他是谁啊？怎么还要录啊？听不懂话吗？还不快滚！就没什么想说的。该说的不是都已经说完了吗？怎么，天气好，下来逛街啊？我怕你被欺负。
怎么，谁欺负我，你都会保护我吗？任何人欺负你，我都会保护。以什么名义呢？冯太太怎么样？你可真会开玩笑。总是涌现有你的夜，是太过美丽的情节，总是不免我陷于醉眼，经历去填。却无人幸免。对不起，冯思谦，我没得选，也选不得。真切，无端野火灼至眉间，总是不解，我要怎么解？冯董，为了帮韩助理拿回那份合同，和殷老先生做那样的交易，值得吗？您让我安排的事情已经妥了，这次有他好看的了。西维君要坐牢了，你不干点什么吗？任何人欺负你，我都会保护。以什么名义呢？冯太太怎么样？你可真会开玩笑。在生存面前，爱情从来都是最苍白无力的东西。我从不后悔遇见你，但这次真的再见了，冯思谦。喂，大清，你怎么回事？你都上同城热搜了。什么热搜呀？哎呀，好几条呢。哎，你赶紧看看吧，需要帮忙找我啊。韩星，你对自己插足冯思贤和殷怡的婚姻有什么看法？这是否违背你婚姻解救师的初衷？你自称是婚姻解救师，请问你到底是解救受害者还是解救小三啊？让开！回答一下啊！给我走！后退！别拍了！往后退！别拍了！往后退！往后退！没事吧？主谋的 IP 地址我已经找到了。是谁？说啊！是他。安晴，这次是你欠我的。谢了。这么快就找来了？我们的关系已经结束了，你就不能放过我吗？韩青，这都是你罪有应得。
季维军被抓了，是冯思前干的，不，准确来说是你干的。我找你来就错了，一开始就大错特错。你个贱人！你真的是疯了！我们殷家的股份都已经给冯思前了，他为什么还不能放过我？让我做一个有名无实的冯太太也就算了，现在连我爱的人也要置于死地吗？啊？我不知道事情会发展成这样。你是真不知道，还是在装傻？冯思前他爱上你了。拜托你，解除殷姨和韩青之间的合同。我知道您能做到。什么条件？我会继续留在华清集团，做您的傀儡和刽子手。至于复婚，绝无可能。就为了那个女人，也为了我自己。为了你，他连这个晚饭都不要了！我要杀了你！你放开我！放开我！警告你，韩青是我的女人，你敢动她，我要了你的命！回来！你给我滚出去！
疼吗？还好。你为什么要帮我？我们的合作已经结束了，你我两清了。你和殷家到底有什么秘密？有一个少年，他父母早逝，有一家公司的老董事长，为了保住公司，安排他的千金和少年甲结婚。但是对于娇生惯养的千金，少年丝毫没有兴趣。随着公司的日益壮大，千金和他的姘头一心想要赶走少年，他们诬陷他，毁灭他。你觉得这样的两个人，他们会有爱吗？对不起。你明知道我骗了你还怕？安晴，我可能早就爱上你了。当猎人过于轻视面前的危险时，终将成为他人的猎物。冯先生，我似乎还是输给你了。你差点闯大祸了，你知道吗？欢迎你啊，冯大董事长。我这儿和你的大房子可没得比。殷爷，我对你的忍耐是有限度的。我爸机关算尽，结果引狼入室，你可真不要脸。替你心爱的女人挨刀子，很爽吧？你不要命，
就不想想你肚子里的孩子。你怎么知道？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不透风的墙，更何况是季伟军的。你要干嘛？我可以帮你把孩子的爸爸捞出来，但是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冯思前，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谈条件？你只不过就是我爸的一条狗。到底谁才是他那条狗啊？你觉得一贯看重利益的殷老爷子，是会站在我这个可以给他创造源源不断财富的傀儡女婿这边，还是你这个只会给他惹是生非的女儿这边呢？只要你能把季维军捞出来，你提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对他还真是真爱啊！把网上那些关于韩青的视频全部删除，然后配合我做一场发布会，再带着你的季维军滚出江城。对了，明天的发布会，我会正式公布我们离婚的消息，记得准时参加。非常感谢记者朋友们来参加发布会。今天我有件事情要宣布。走吧。网上的那些照片跟视频是我合成的。冯先生和韩小姐之间是清白的。韩青助理并没有插足我们的婚姻，她不是小三。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当一个女人放弃事业，全身心爱一个人的时候，她的感情会蒙蔽心智，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试探冯先生，他是不是真的爱我。因为我的原因，给大家造成了困扰，我感到很抱歉。殷小姐，你说的都是真的吗？还是说这是你们夫妻俩联合起来哄骗大众的一次公关呢？就是，冯先生，之前传闻的时候你为什么不澄清？现在澄清是想回归家庭了吗？无中生有的事情叫做诽谤。我之前不澄清，是因为觉得假的真不了，而现在澄清，是因为这些谣言和诽谤严重影响到了我的个人生活。我不希望华京集团因为我的个人原因而受到任何影响。今天是第一次，也是我最后一次回应。同时，我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宣布。我和殷怡小姐，我来说吧。我们有孩子了。这啥新闻啊？这样。没事儿。
干嘛？你弄疼我了！你放开！你是不是疯了？冯思浅，你不相信我，我也不相信你。我现在既然已经有了孩子，我不得不为他的将来考虑。既然韩青对你来说那么重要，那我现在也要换个筹码。我不仅要让你帮季维君安然无恙地回到我身边，我还要让你成为孩子的父亲。茵茵，你知不知道威胁我的人最后都是什么下场？冯思浅，我知道你在想什么。如果你想保住韩青，就陪我把这出夫妻情深的戏演下去，要不然我就曝光你。看到时候是韩助理的名声更臭呢，还是我们冯董的？你敢动他一个试试？站住！你别忘了，我手里可是有你们缠绵的证据啊！到时候我就说韩青小姐在我孕期插足，难道你想让韩青背负一辈子小三的骂名？你忍心吗？老公，你看这衣服都皱了。董总，花园是否属实？董总，什么情况？你回应一下呀！小三是个情况，你知道吗？对，让你回应一下。我来了。对啊，这边，董总，来，解释一下之前发生的什么事吧。解释一下是什么情况？各位记者请放心，我一定会做一个好妻子、好妈妈的，对吧，老公？来，咱们待会去吃个冰淇淋吧。一定要等我，我要亲口跟你解释。冯思浅，既然选择相信你，我一定会等你亲口跟我解释。你怎么来了？冯思倩不会过来了。新闻你没有看吗？各位记者请放心，我和冯董会守护好华京每一寸土地的。华京集团董事长冯思前和夫人出席年度财经发布会，两人高调恩爱。夫人坦言，两人会共同守护华京，欢迎持续关注我台报道。你别这样看着我，我不是来挑拨离间的，我是来告诉你，他那边已经忙得焦头烂额了，他不可能过来的。他来不来是他的事情，我等不等是我自己的事情。好，那我陪着你。其实我有个问题想问你很久了。你说。你是什么时候对我产生兴趣的？有人跟我讲的时候，我就对韩小姐产生了浓烈的兴趣。逗你呢。时间也不早了，还要继续等吗？走吧，沈阳脸，一起喝一杯。你要是跟我去的话，我就告诉你我是怎么找到的你。